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4月20号，星期二。今天咱们来讲讲经济。这中共的数字货币现在对世界的经济开始把脉了。那一说到世界的话题，面具人今天顺便讲讲世界右转的问题。哦，对了，因为面具人昨天的节目中也讲到了，共产党现在要让你们的小孩学会承认红色基因嘛，要为党无私奉献，勇于为党牺牲自己。那好，咱们今天的心理学部分就来讲讲红色基因的洗脑到底有效吗？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这样呢，你们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精彩节目啦。好，先来说说中共数字货币独步全球的问题。看了那么多面具人节目的老观众朋友们，应该都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共产党是喜欢一箭八雕的，对吧？那面具人，我来考考大家啊，你们知道共产党推出数字货币最重要的2个目的是什么不？肯定有很多人能想到，主要有这2个目的，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对内是彻底控制老百姓，极限压榨劳动力，因为他控制住你的钱包了以后，就能控制住你的行为嘛。对外呢，就是摆脱美元霸权，铸建自己的贸易体系，铸建自己的货币体系。共产党现在已经不屑于对老百姓掩饰了。之前换什么温家宝呀、胡锦涛呀，还知道演戏。温家宝最近还写了封信啊，说习近平太过分了啊，阴阳怪气的，对吧？温家宝之前还能装模作样的安抚老百姓，可是现在的习近平呀，这些红色贵族很傲慢的，他们已经不屑于对老百姓演戏了。老百姓算个啥嘛？牲口、畜生、下贱。就像养猪人，他虽然吃猪肉，但是呢，养猪人也会嫌猪脏，这是一个道理。我上一期的节目还分享了，共产党他现在已经明说了，我出数字人民币就是为了监控你们这些屁民，把你们的点对点交易全部弄明白，然后呢，控制你们的资金流向。监控，他说的好听是为了防止你们违法犯罪。违什么法，犯什么罪这个法还不是党定的，对不对？你违反了党的利益，你就是违法。你没违反党的利益，你违反你自己的利益，你违反别人的利益都无所谓，懂了没？党凌驾于法律，党可以违反你的利益，党违反你的利益，你不让党违反，那你也是违法。没看过我昨天那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完今天的节目以后回顾一下那期节目上一期，昨天还是前天我中间隔的时间有点长。在这里面具人想感慨一下，每次讲数字货币最新的动态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帮脑残他们会说，数字货币都是收割中产，和穷人没多大关系，好像呢还有点幸灾乐祸。面具人每次看到这种言论的时候，就感觉到悲凉这是典型的暴民自残思维我想问问大家唇亡齿寒听说过没？在一个强大的强权之下，除了皇权之外，皆为牲口的国度，瘦一点的猪笑话壮一点的猪先被宰了，那么请问接下来该宰的是哪只猪？中产做生意的老板，他们都是商业组成中的重要比重。比如消费，有人消费就有人赚钱比如做生意，他就必须得雇人对不对？不管是雇自己家的亲戚还是雇外人，他雇了人以后，这个被他雇的人赚了钱以后，是不是又有消费了？有消费了以后，老板又赚钱了，老板又赚钱了以后，老板又开店了，又雇人了，对不对？你说这些中产做生意的人被收割了以后，你认为你作为一个食物链最底层的逼民，你会过得更好吗？你会不受影响吗？
整个食物链变得更恶劣了以后，那你就是更恶劣食物链下的最惨的一个底层。所以说啊，各位观众，总想着别人出丑，总想着别人死得好，总觉得哎呀，我穷我有理啊，别人富人被收割了活该。你有这种想法，难怪你是底层，一辈子当穷人被人欺负。好，咱们继续说这个数字人民币的事儿啊，它是如何能够做到摆脱美元霸权的呢？哎，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它不但可以摆脱美元霸权，它还可以摆脱所有的当地国家的货币，起到给当地国家搅屎的作用，要么勾兑，要么搅屎，懂了没？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于实力弱于自己的国家，就是直接一路平推，横冲直撞碾压过去。对于实力强于自己的国家，他就可以先渗透基层或者搅屎，玩农村包围城市，知道吗？啊，我打不过你，我就玩农村包围城市。我要是能打得过你，我就是直接勾兑碾压，爱玩不玩，不玩被我干死。好，咱们先来说说共产党的这个数字货币对弱于自己的国家是怎么下手的啊？在博鳌亚洲论坛的2021年年会的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的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表示，数字人民币的起始点是做好零售系统的升级换代，零售系统效率的提高是开展其他所有业务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批发系统、跨境支付才具备操作的可能性。各国发展是不一样的，市场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最大的需求还是在零售系统，主要是在国内。央行副行长李波也表示，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双层体系的设计，能够兼容现在的货币和银行体系，确保金融脱媒化的风险最小化。这是什么意思呢？观众朋友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央行的副行长都告诉你们了，说得很直白了，数字人民币采取的是双层体系设计。所以呢，这个数字人民币和真的人民币完全就是两回事儿，是两个层级的体系，听懂了没？而且它后面还加了一句，数字人民币的目的就是确保金融风险最小化。那你们觉得这个金融风险指的是对老百姓的风险吗？哎，老百姓的风险和共产党有啥关系吗？没关系，对吧？他这个里面说的风险最小化，指的是对共产党红色贵族的风险最小化。那怎样才是对红色贵族有风险呢？不就是老百姓不听话了吗？不就是政权不稳了吗？不就是老百姓不能够给共产党造韭菜了吗？不就是老百姓不能够给共产党割韭菜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一不做二不休，推出数字货币监控老百姓，那就没有这个政权的安忧了。推出数字货币以后，想割就割，把老百姓的所有的钱全部收上来了以后，还能够完全的监控他们的一言一行，监控他们所有的劳动力，多好的！哎呀，老百姓挺好的。共产党一不做二不休了以后，你们以后也不用考虑给不给共产党钱的问题了，你们直接用数字人民币就行了。共产党直接就把这个键盘一撸啊，敲两下给你发钱了，懂了吧？你现在银行卡里面的钱，包括你家里面的钱，共产党都会想办法回收上去的。所以说啊，趁着现在还有机会，还有口子，赶快跑吧！面具人，我上一个节目啊，说到了这些转移资产的问题，保命保财的问题。也有很多观众朋友们给我发信咨询啊，那就是我这个时间有限，不能够一一给你们回复。到现在也有200-300个人给我发消息了，我倒不是吹牛逼啊，像老鼠人那些啊，说哎呀，每天几千个观众朋友给我发消息，我都看不过来了。你看猫神说
哎呀，几千条短信，没有，几万个播放量，最多也就是几百个人发消息，没有那么夸张的比例的啊！你们做油管了就知道了，千万不要信网上这些吹牛逼的人。他满共几万个播放量啊，10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联系他。我告诉你啊，这个大数据1%差不多，100个人里面有1个人联系你，就算是不错的了啊，不可能说是10个人里面就联系你。但是就按照这个比例来算，我一天都要收100-200条信息，甚至200-300条信息，真的是看不过来。如果说我没回你们消息的话，你就多发几个，毕竟嘛，保命保财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你说老百姓赚点钱不容易呀，是不是？好，咱们继续回归主题啊。中国老百姓以后用这个数字人民币啊，好好劳动，好好努力，换数字货币买吃的。我们都知道，货币呀，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节制，限制它的量。货币的发行总量一定要控制在一个范围内，超过这个范围了以后，就会造成通货膨胀。比如像国民党当时2麻袋钱换1小袋米，也就是说，你这个货币已经多到了不能反映商品价值了，所以会出现2麻袋钱换1小袋米的情况。古巴、委内瑞拉都差不多啊，都是大量的钱只能买一点点东西。那如何节制货币的总量呢？首先呢，光靠你国内自己给自己节制没有多大用啊，因为闭关锁国了以后，就像朝鲜那样，钱只是个摆设，皇上想要啥就有啥，老百姓想没啥就没啥啊。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全球化的今天，对限制各国的货币总量有一个很好的平衡机制。全世界都有货币结算，各国它都互相有贸易。咱们就拿人民币来说啊，全世界跟中国都有贸易的国家，多多少少都有人民币的存量或者是贸易账单。如果你共产党轻易的印刷钱的话，就像这个数字货币一样，键盘一敲，想要多少有多少，等于说别人的货品或者是别人持有的人民币就会缩水，因为你这边变多了，他那边没有变多，等于他那边变少了。因为钱多了，商品没变多，所以呢是钱不值钱了，并不是商品不值钱了。同样的商品能换你更多的钱，懂了没？所以呢，各国他为了防止自己手中的这个货币被共产党冲水冲掉，他们都会监控这个货币的存量的。即便如此啊，共产党也做了不少小动作，要不然那么多的贸易逆差，那么多的这个贸易战是哪儿来的？肯定还是共产党占便宜了呀。共产党照样发行他的假币，搞什么倾销，他就是为了一点一点稀释掉别人手里面的这个钱，等于赖账，白吃你的货啊。所以呢，各国啊，他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去监控你的货币啊，去限制你。所以呢，国际贸易是稳定货币的一个好的监督措施。你不可能对内对外都无限印钱，这也是习近平想要国际化的一个难点。但是呢，数字货币就可以最大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美元目前还是世界的主流货币，习近平想要独步全球，他就必须要有足够大的诱惑力来拉拢别的国家。那利益怎么来呢？习近平怎么给这么大的利益呢？无非就是钱和劳动力嘛，对不对？中国想要收买别国，他也不能说自己印点钱出来就能把别的国家收买了，对不对啊？就像面具人，我在家里面拿根铅笔画2张钱，我拿这个画出来的钱找你买东西，你卖不卖给我？你肯定不卖给我，对吧？咱们俩肯定要约定好一种货币，然后我拿这个货币买你的东西，你拿这个货币买我的东西。
可是呢，约定好的这个货币之上，结果呢，我还给你印钱，我给你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呢，咱们的生产力物资却不对等，生产力物资没有变，你拿到的货币可越来越废了，对不对？因为你拿到我的钱去买别人东西的时候怎么办？你的货还是那么多的货，多出来的钱不就等于说我用多印出来的钱把你的货给坑了？反正这个逻辑啊比较复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生产力没有变，光是钱变多了没有用。所以呢，碍于目前人民币的价值和数量就摆在那里，各国也都会监督着，对不对？而且呢，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的钱是散落在民间的，这些钱呢，你还不能抽走，让你红色贵族拿来跟别的国家勾兑。你如果说把老百姓民间的钱全部一把拿回来了啊，那民间要出事儿的，懂了没？可是习近平他也想呀，把老百姓的这些民间资金呀、企业家的资金全部收上来，继续一带一路，继续收买别的国家，对不对？可是如果强行抽走这些钱，你把爱钱如命的中国人的钱拿走了以后，你试试看，肯定是不行的。重则全国暴乱，轻则工业瘫痪，劳动力下降，对不对？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就这样被抢走了，就算他不造反，他也会精神崩溃的，啥都不想干了啊！他的三观呀、人生观就毁了啊！我辛辛苦苦赚的钱就这样子没了，那我还赚个屁钱嘛，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嘛。可是矛盾又出来了。共产党不把老百姓的钱抽走，共产党他也就没钱去勾兑全世界了呀。那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在劳动力不下降的同时，又能把老百姓的钱给弄上来呢？看，共产党就又玩一箭八雕了呀。他自己都说了，双层经济体制，双循环，货币双轨制，听懂了没？那就是说发行两种货币，一种国际用，一种国内用，懂了吧？啊，国内用的这个钱实际上呢都不能算钱，只是一种计分器、计数器，类似于什么打游戏的这个点券呀、积分呀，往原始的说就是类似于当年的粮票、饭票。你们赚出来的这个数字并没有实际意义。共产党可以拿人民币跟国外的权贵做生意，跟国外的公司做生意，能拿到国外花，世界流通。但是你拿的这一堆数字，你只能留在国内，用来作为换粮食、换衣服、换房租的通行证，懂了没？你只能消费中国的东西，你只能跟共产党去买，并且呢，买什么、买多少、能不能买，还是共产党控制的。除此之外，你拿着这一堆数字，你连国都出不了。就算你出国了，也没人认你这个钱，因为它毫无价值。这个钱只是共产党发给你，让你用来计数的，让你用来换饭吃的。这个两种货币呀，双轨货币呀，就是共产党研发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并且呢，借助高科技，它可以达到神之领域。我刚才说了，共产党它想要国际化，它就要推广它的双轨制，还有这个贵族人权模式，让大家跟他一块儿来，用数字货币压榨自己的人民，利益大大的，日子爽爽的，对不对？泰国银行助理行长瓦齐拉阿姆杜里提到，泰国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行思路是从批发型数字货币开始，第二步呢就会进行跨境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然后呢对企业推出批发型加零售型的混合央行数字货币。看，听到了吧？对企业推出各种各样的数字货币，混合型的、批发型的，说白了就是来，你们这些企业家把这串数字拿走，然后呢把东西卖出去，卖出去的钱呢
反正是我共产党，是我泰国的皇室把这个真金白银收回来，但是呢，你们继续拿数字，这说白了就是明抢，看到了吧？中共对于较弱的泰国是直接采取的经济捆绑，然后呢，诱导泰国右转，颠覆泰国的民主体制。现在呢，泰国也搞数字货币了，并且呢，泰国和中共的数字货币是直接对接的，而且泰国也加入了中共的 RCEP。咱们仔细回想一下啊，之前好几个月前吧，香港游行完，泰国游行也是那种香港模式，星星点灯呀，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有啥用？泰国不还是变成集权国家了，变成独裁国家了吗？包括现在的缅甸、白俄罗斯都一样啊。不扯远，咱们继续说这个数字货币的事儿啊。在这里，面具人就要给大家说了，想要搞双层货币，社会就必须右转，就必须集权。为啥？很简单，你这个数字货币就是坑老百姓的，没得说。谁愿意只要一堆堆数字呢？还是你共产党、你政府可以随意修改的数字，谁敢要啊？傻子都知道要了这个钱没有任何意义，随时都能被改，随时都能被控制，对不对？老百姓也不愿意用这种上帝模式的监控钱，但是呢，政府愿意呀，权贵愿意呀。它可以完全精准地掌握老百姓的消费和行为，最大程度地避免老百姓套利呀、捞油呀、赚钱呀，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压榨老百姓。比如呢，你不干什么，哪块做得不好，直接就是被监控下来，直接扣你的钱，自动的啊。这样呢，你就能干什么事情都非常的谨慎小心。这样呢，你就会努力工作，避免自己赚不到钱，不会迟到被扣钱，对不对？这样呢，是不是你就最大程度的发挥劳动力了？明白了没？在这种盘剥压榨的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和共产党勾兑、沆瀣一气、玩中国模式、玩贵族人权制的这些国家。这是对于泰国这样的只能接受中共摆布的弱国，他没办法啊，不跟中共玩也是被中共围剿、包围、经济打压，和中共玩，还能奴役自己的老百姓，扩大自己的利益，多好的，对不对？可是说到这儿了，观众朋友们可能有人就会想啊，泰国这种弱国好欺负，咱们来说一个强国啊，民主国家，有道德的国家，看看是不是也能被中共撼动。比如那些强大一些的国家，民主素质高的国家，比如澳洲、英国、美国之类的。中共它从政治对接上可能很难做到政府对政府开启这些民主国家的数字货币，中共很难做到，不代表他做不到，不代表他不会做。表面上做不到，那咱们就玩农村包围城市，让海外的华人、海外的泰国人、海外的越南人、缅甸人、巴基斯坦人都和中共搞了数字货币了以后，让这些海外的人流通中共的数字人民币，在你当地开始形成双循环，破坏你的经济。你敢说泰国没有往外移民的吗？你敢说中国没有往外移民的吗？你敢说巴基斯坦、缅甸、越南没有往外移民的人吗？这些人全世界各地都有，对不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先拿下泰国、缅甸、越南、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对吧？拿下来这些国家了以后，给他们搞数字货币，他们政府搞了数字货币以后，就强迫自己的人民用，强迫了自己的人民用了以后，自己的人民就会在自己的人民圈里面传开，然后呢，当地的自己的人民圈子里面也开始有可能会用这种数字货币，懂了没？而这种行为啊，就会在当地形成一种双循环体系，破坏当地的经济。而这种行为呢，也是很难掌控、很难监控的。如果
它在你当地独立运营一种货币体系，并且是不受你政府监管的话，而且呢，你政府也确实很难监管，也监管不到。毕竟这个铸币权，这个信息流通权是远在重洋万里之外的这些国家手里，对不对？毕竟咱们再退一步说，这些人权国家他也做不到挨家挨户的去查人家手机里面到底有谁的数字货币，对不对？你只能尽量的避免。但是呢，这种电子币一旦传开了，就会像病毒一般的传播，会爆炸出来很多莫名其妙的钱，很多的货物就莫名其妙的对不上了。毛泽东当时怎么靠印钱搞死蒋介石的，习近平就想如法炮制，怎么靠印钱数字货币搞死西方。中共这套玩法啊，是吃死左右的政党的。左派自由派，你说人权自由，支持移民，然后呢你不管事儿，支持这些移民人过来了，然后呢这些移民的人就大量的用数字人民币破坏你当地的货币生态圈，你还不好查，对吧？好，你说你是右派，那右派就更好办了，咱们直接官方勾兑。你右派嘛，保守嘛，保守个人利益是吧？你反移民，我也反移民呀，对不对？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这韭菜都跑了，我们这些权贵，不管你美国权贵还是中国权贵，再到哪儿割韭菜去，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配合好，互相画地为牢，把这些人都圈住，然后呢，直接勾兑数字货币，监控所有的老百姓，逼迫他们劳动，监控他们最大的劳动效率，直接给我按在原地，狠狠的压榨。这左派傻白甜被黑死，右派呢还能保证权贵的利益，勾兑一下嘛，不就是把老百姓不当人嘛？我们要站在这种右派保守派的角度去思考啊。我保守我的钱有错了吗？我是统治者，你是平民，我凭什么给你自由？你平民凭什么要侵害我的利益？这就是保守派，这就是保守自己的利益，懂了没？所以说你们这些逼民整天在那喊啊，我支持右派，我支持右派，你支持，哎，我都想骂你两句了，知道吧？你天天瞎逼逼喊口号，你先研究好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左派，什么是保守，什么是利益，什么是自由，好不好？哎，不过退一步来讲啊，这个右派保守利益啊，作为当权派肯定都喜欢，不管是保守利益还是保守权利，保守了就是好啊，没人能把我的利益、把我的权利给开放掉，这对我来说是好事呀，对不对？共产党帮我来搞监控，帮我来搞这个压榨，帮我来发行这些数字货币，多好的！大家一起把这些韭菜给镇压下去，奴役下去。而且呀，你们想一下啊，很多民主政府的领导人，他们是对这些选民啊非常恼火的，心里面都在想，你投你大爷的票呢，我干你娘啊！你还投票呢？你什么东西？你还投票限制老子的权利？你们这些逼民，通通给老子跪下！啊！很多你别看他是民主政府选出来的人，他们心里面很变态的，他们心里面对这些选民不是充满感激，是充满了怨恨，恨不得把这些选民踩到坑里面，知道吗？啊，天天说这个是假新闻，那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好啊，就他是伟大领袖，而共产党就能抓住这些人的心理，哎，你看还要给这些选民选票，还要给他们民主，然后呢，民主了以后，他们还要骂你，还不给你好处。你说这帮子下贱牲口啊，给他们什么权利啊？就搞数字货币，跟我搞贵族人权模式，把这些人镇压了啊！猪就应该关在猪篮子里面。哼，听懂了没？其实不单单是亚洲很多这些民主国家右转，丹麦最近也右转了，难以置信吧？震惊吧？传统的这个社会主义化、民主化非常高的丹麦也开始右转了，
丹麦最近在敦促他境内的难民尽快离境，开始驱逐了，甚至要这些叙利亚的难民赶紧滚蛋，重返你自己的国家。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大马士革现在已经是安全的了。丹麦当局认为大马士革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你们赶紧回去吧，不要在这儿麻烦我们、恶心我们了丹麦政府认为可以把这些叙利亚难民尽快的遣送回那里。丹麦给的理由简单粗暴，他冠冕堂皇的说很好听，叙利亚很好，大马士革很好你们就赶紧回去吧。他就差点说，我们就想让你走，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想让你们留在这里，赶紧滚蛋。左派的丹麦难民救援会秘书长斯伦特表示丹麦政府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他还批评这个事情。那左派批评这种事情很能理解，因为左派他是比较仁慈的，支持开放，支持移民支持自由，支持平等。面具人，我现在想说你看这个左派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比较仁慈的，可是右派呢？右派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就把这些难民赶回去了，哪管他们死活呀？叙利亚现在啥情况呀？你还逼着这些人回去，那不是让他们送死吗？对不对？就相当于你把海外的这些反共的人士给赶回中共国，你不就等于给他判死刑了吗？当然了，除了那些奉旨反共的假反共的人咱们看看中国人这个斯德哥尔摩说到中国人反共了吗？中国人这个心理变态就治不好。那些什么6·4民运呀，被镇压的、被迫害的人，这么多人流亡到美国，流亡到加拿大，流亡到欧洲国家，然后呢，流亡过了以后就开始支持右派。他们也不想想自己当年要是也被右派的政策对待，他们是什么下场？他们可能就活不到今天了吧，对不对结果呢，你过了河拆了桥以后你个傻屌，你就开始支持右派要清洗自己的本族，要把自己的或者是别的少数民族赶紧遣返回去，什么墨西哥人呀、黑人呀、黄人呀，全部都遣返。你不想想唇亡齿寒呀？把这些人遣返完了，下一个就轮到你了。这个法律会越来越严苛，你再帮政党排除异己然后呢，下一个被排的就是你，对不对？继续说丹麦的事儿丹麦现任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他其实是个左派但是呢，这个人呀，双面人，他也仅限于名头上的左派而已。现在呢，他是打着左灯向右转，他在移民和庇护政策上面相当的右，极右。他的长期目标是不再有任何寻求庇护者进入丹麦。听懂了没，观众朋友们他是要彻底切断这个庇护咱们要想一下就算是中共这个国家，他至少嘴上还是说我们欢迎任何人来中共至少还装模作样的接收了很多穷国家的难民，比如什么亚非拉国家，还给人家这些非洲人给福利，对不对？你这个丹麦呀，老牌民主国家呀，也是民主化这个普世价值非常好的一个国家，生活也好，人民的素质也高，怎么现在就沦落到了这个地步了？真是难以想象最民主化的国家，最重视人权的国家，开始践踏别人的人权，你觉得这个合适吗？这也印证了面具人我之前预言的东西一会儿给你们揭晓。观众朋友们我再给你们说，叙利亚呀可不是人呆的地方，你在那里晚上睡个觉，说不定就掉下来一颗炮弹，然后呢你就4分5裂了，你就成炮灰了。哎呀，说到这儿真的是心里面疼呀。丹麦作为一个民主制度完善的左派国家，
做出这种极右翼的迫害人权的举动是非常令人震惊的。美国都没敢这么嚣张的右倾，川普就算再右，他也最多就是打个嘴炮，我要修墙了，你们别来了。川普可都没有敢说把自己国家的这些难民呀、移民呀、少数民族给遣返回去。川普最多是说你们别来了，我修墙。懂了没？这丹麦直接要赶人呀，而且把人往这个战火纷飞的叙利亚去赶，那这不是赤裸裸的迫害吗？啊！老牌民主国家、左派国家做出这种举动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就这，丹麦还号称自己社会化非常好，社会进程呀完善度很高，普世价值人权体系非常完善，这就是你的人权体系啊！这是不是印证了面具人去年说的，全球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右转，甚至极权化？泰国、缅甸、香港、白俄罗斯，现在的丹麦呀，不敢想象呀！看是不是让面具人我说准了？什么泰国呀、缅甸呀、丹麦呀、白俄罗斯，都是面具人我在去年早的时候，上半年的时候，我开始批川普，支持拜登，支持左派，我就已经说过了，全球右转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事情，对不对？咱们继续说，丹麦为啥要右转啊？其实呀，这背后还是有人是谁？你们也能猜到了，背后还是中共。和缅甸、泰国是一个套路。早在2019年11月13日的时候，丹麦议会大厦就与中国驻丹麦大使馆还有丹麦智库科学和商业外交中心高调合作举办“一带一路”研讨会，到场的还有波兰、塞尔维亚、匈牙利、克罗地亚驻丹麦大使、丹麦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丹麦工业联合会主席、高级顾问以及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出席了这一次的研讨会，并且呢发表演讲。30余国的驻丹麦大使以及丹麦政商学界的代表约有150人出席活动。那这个级别是相当高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并且呢是在3年前就搞了那之后的几年，丹麦也一直在“一带一路”的事情和中共磋商。别看前段时间丹麦还在谴责香港的事儿，但是呢，人权、民主、谴责、赚钱都不能混为一谈嘛。中共的战略它是左右通吃，他先利用左派的傻白甜，利用左派的宽松的移民政策，利用左派的宽容，然后呢渗透进去搞破坏，破坏了以后呢，社会不好了以后呢，他就开始煽动民粹，扶持更加重视利益、忽视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右派上台。右派上台了以后，可不管你这么多的什么人权呀、民主呀，老子要赚钱，老子要保守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话，右派就比左派这种光讲道理不要钱的好控制。然后呢，控制住右派了以后，共产党就可以拉一派打一派，慢慢的把这个国家给内耗掉。只要稳稳的勾兑住右派，他就能完成自己的勾兑大业。你说共产党厉害不厉害？这数字货币加中国人加独裁政府控制的人民包括这些缅甸政府呀、泰国政府控制的人民，带着他们大量的官方印发的数字人民币、数字货币、数字泰铢、数字缅甸币，去渗透每一个经济比他们好的国家，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海外的人也是可以控制的呀，对不对？什么是中国模式？以后泰国、缅甸、越南都会学习你在国外不听话，国内的亲人全部都给你弄死，你看你听话还是不听话？当然要听话的啦，对不对？
甚至呢，以后呀，你看，共产党现在做的就很到位，从小洗脑呀，对不对？从小洗脑，怎么可能不听话呢？那说到这儿了啊，咱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心理学环节了。接上回说的红色基因洗脑的问题，来探讨一下洗脑教育究竟管用吗？以下环节是精华内容，点赞、订阅、小铃铛啊！目前在学校开展的一些政治思想类课程，在许多学生和家长眼里面看来，纯粹是形式主义。老师假装的教学，学生假装的学习，这个看起来呢，一点效果都没有。学啥嘛学，考试呢也是水的不行。大家可以查手机，可以抄袭，总之呢，只要提交一份作业就 OK 了。我还记得很多这个学生家长啊，为了应付学校的什么爱国课程，给自己的小孩随便网上扒点文章，然后打印出来，贴个小红花，拍张照片，发到班级里面就 OK 了。呵呵，学生根本就几乎没怎么学，并且呢，这些课程啊，一般都是强制灌输特定的结论给学生，比如说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为党无私牺牲、无私奉献，对不对？在一些有思考能力的人看来，这些问题啊，毫无说服能力。凭什么我要给你无私奉献，我要给你无私牺牲呢？对不对？你咋不给我来无私奉献一下？对不对？那么这种爱国爱党红色基因的形式主义的洗脑的课程，它究竟有效果吗？看起来好像没几个家长能信，小孩子呢也不懂，对吧？但是面具人，我从心理学角度上来告诉你们，是非常有效的。这种洗脑啊，是绝对有效的。首先呢，在资讯泛滥并且呢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现代啊，人们总是根据自己偏好的观点和态度的倾向性来筛选资讯，他们会选择性的关注、接受与自己既然态度一致的资讯，忽略或者排斥与自己态度不一致的资讯。所以呢，如果让学生自由的选择的话，那么那些缺乏说服力的爱党爱国洗脑课程的观点和材料可能会根本没有吸引力，几乎没有哪个学生会主动的学习这些玩意儿的。就像在纽约书展上门可罗雀的中国展台一样啊，老外呢几乎不是很感兴趣。所以说呢，这些爱党爱国、为党牺牲、为党捐躯、为党奉献这种思想和文化还有教材啊，你必须强制教学，你不强制教学就没人学，对吧？那么通过强制性的课程安排和考试，无论它的形式是如何的，至少可以做到让学生阅读，还有抄写，还有背诵。即便这些东西是缺乏说服力的，但是呢，学生还必须得完成任务，他至少都得看，都得听，都得有多多少少的了解。所以说，无论如何，学生们对阅读还有抄写过的材料，相比于没有关注过的东西，可能会更加熟悉，更可能会记住。在被强迫的过程中，他就反反复复地强化了自己的记忆了呀，他就能形成条件反射和思维底板。然后呢，他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了涉及这方面的事物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投射，把事情总往这种论点上去想。更何况呢，现在红色贵族是从小学就开始洗脑，让你为红色贵族奉献、捐躯、牺牲，对吧？让你觉得这是一种光荣的事儿。以后呢，你的孩子洗脑长大了，要是看到哪个红色贵族、哪个高官遇到危险了，你的孩子长期受到的这种洗脑、心理暗示、条件反射，就会直接推动他身体大脑不经过思考，就去帮这个红色贵族，帮这个权贵挡子弹，帮他挡车祸，帮他为奴为仆，懂了没？这就是长期洗脑的结果。他是从让一个孩子没有思维能力开始，就要筑基，
只要学生记住了那些观点和材料，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完全可能被这些观点和材料所说服。即便他们一开始是怀着敷衍应付完成任务的态度，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学生们就会慢慢的淡忘这些观点是从何处习得的，如何习得的，谁让他们习得的。这个时候呢，即便是一开始不以为然的、不愿意的，时间久了，他们也就会慢慢的被这些观点渗透，甚至控制，出现延迟说服效应。这在心理学里面也被称为睡眠者效应。我之前的节目有讲过延迟说服效应和睡眠者效应。延迟说服效应就是你总听一个人给你灌输观点，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是很多年以后，你忽然觉得某个道理说得对，某个道理有道理，但是你已经忘了这个道理是谁告诉你的啊。所以说呢，缺乏说服力的材料，它有可能会在少数学生中引起态度抵制呀，这些人不愿意学，调皮捣蛋，对不对？对这个洗脑免疫。但是呢，在中国呀，不听话的孩子毕竟是少数，不听话的孩子在中国是要被消灭的。而且呢，行使这种消灭行为的，一般都是家长亲手处决自己的孩子。每个家长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把孩子心中那个不听话的灵魂、活跃的灵魂给消灭掉，让孩子成为一个唯命是从的狗，吃你狗屎的狗，吃家长屁股的狗，懂了没？大多数学生被说服只需要经过外围途径还有这种强迫途径，未必需要逻辑上的依据和严谨因为小孩也没啥逻辑，对不对？想要让这个小孩去读某个东西，想让这个东西灌他的脑，其实很简单，仅仅依靠权威效应、从众效应和简单的暴露效应，就能够对他们产生非常积极的引导结果。同时呢，在学生中也总会有一些听话的，或者是投机的，无论他们出于何种动机积极主动迎合、接受那些试图灌输给学生的观点，迎合班长、迎合党、迎合老师的学生，都更容易被捧嘛，都更容易被老师奖励嘛，更容易被家长奖励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会努力的学习爱党爱国，以此来获得组织的奖赏、老师的奖赏、父母的奖赏。那他们的观念将会与那些抵制不学习的学生形成冲突，而这些不学习的调皮捣蛋的学生，他们只是因为不愿意学这种什么政治呀思想，但是呢，他们处于班级生态链的最底层，他们处于家族生态链的最底层，他是不听话的不听话就是黑五类，要被压制。所以呢，他们的观点就因为被压制而难以表达，这样就能促使主动迎合党的要求的学生更有可能成为意见领袖，比如班长呀、队长呀、组长呀、学习代表呀、政治代表呀，对不对？而这些学生，他们集一身光环了以后就会对别的学生造成影响。别的学生觉得他这样挺风光的，有面子呀，混得好呀。看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成天被老师骂、被家长骂、被这个班长骂，混得都跟个狗逼一样，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会吸引别的学生争相的去跟他模仿、从众、绵羊效应、羊群效应、跟风，对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这个爱党爱国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综上所述哪怕是强制灌输的洗脑，课程仅仅是流于形式，简单粗暴，也同样会产生预期的积极效应。甚至呢，组织模式下的有班长、有学习委员形成的阶梯模式，再加上中国人的攀比之风，就能让简单粗暴的洗脑
比那些宽松自由的洗脑教育模式的效果更好，力度越大，越简单，越粗暴，效果越明显，迟早把你的孩子洗废脑。那好，今天呢，这个数字货币呀，还有孩子教育的问题啊，我给你们讲的够清楚了吧？那你的孩子以后当什么样的人，他的前半生真的是你决定的，他的后半生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懂了没？而你呢，从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毁了他，而你呢，也注定要毁了你自己。你就是那个底层暴民啊，总觉得别人死了，你就能过好日子了啊，中产死了，有钱人死了，你就不穷了啊，笑死我了。有些人呀，活该穷，活该死，知道吗？自然淘汰，谁都避免不了。面具人，我也是能救一把算一把啊。那么也谢谢这段时间啊，观众们的支持啊，给我发消息的人也太多，这个包括移民呀、理财呀、教育孩子，尤其是这个移民理财啊。接下来再联系吧啊。那个我没回你们消息的，给我多发几次就好了。好。那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话，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认为咱们的内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的话，就请点击转发，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提高智商。面具人最近也在精编一些会员节目啊，然后想要观看的可以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然后呢也可以跟面具人我1对1沟通啊，咨询什么理财呀、移民呀，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教育、家庭心理还有情感问题。好，我们下期再见。